青少年对父母的期望与反思。你有没有进过青少年的房间？不是打扫的时候，而是真正的走进去。有一位妈妈在儿子去学校时，悄悄走进他的房间，发现书桌上有一叠纸条。她原本以为是同学传来的小纸条，没想到打开一看，心一沉，上面写着：我觉得我永远无法让你满意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，你才总是叹气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一张张小纸条，像是一封封未曾寄出的情书，只是这次收件人不是初恋对象，而是父母。这位妈妈告诉我们，我以为我做的已经很好，但原来他一直这么孤单。这堂课我们将不讨论父母如何教孩子，而是颠倒视角，当青少年看着父母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准备好听听孩子心里没说出口的话了吗？有一个高中男生曾说，我爸每次一讲话，我就想关静音。为什么？我问。他说，因为他不是想听我说什么，他只是想赢。这句话虽带点反叛的味道，却反映出许多青少年面对父母时的感受。我不是一个对话者，而是一个被纠正的错误源头。青少年渴望什么？让我们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。我不希望你什么都懂我，但至少不要急着否定我。我会做错，但错的时候，我需要你站在我这边，而不是批评我。你总说为我好，但为什么我感受到的是压力，而不是爱？这些话说来直接，甚至有点刺耳，但背后隐藏的是对关系的渴望，对理解的期待，对支持的呼唤。许多父母以为孩子叛逆、冷漠、懒散，其实他们只是在说一件事：你看见我了吗？有时候亲子冲突不是因为彼此不爱，而是因为语言不通。来看看这些翻译现场，父母说的话是：你怎么又滑手机？青少年听到的是：你没自制力，我对你失望。父母说的话是：这分数怎么退步？青少年听到的是：你成绩代表你的人价值。父母说的话是：我以前那个年代。青少年听到的是：你从没尊重过我现在的处境。父母说的话是：我不就是为了你才这样努力。青少年听到的是：我害你过得这么辛苦，我很自责。是不是句句有中？当父母用关心包装焦虑，用提醒夹带压力时，青少年不会接收到爱，只会觉得自己不被接纳。孩子对父母的期待其实很简单：一、听见我而不是判断我；二、接住我而不是塑造我；三、陪伴我而不是设计我。父母常感叹：我就只讲一句，他就炸成一团，现在小孩都不能讲吗？但其实青少年的炸裂反应通常不是因为那一句话，而是过去长期积压的情绪火药库终于引爆。一位女孩说得精准：我不是不能听建议，我是累积了太多，你都不懂我，才一点就炸。青少年的身心正在巨变，荷尔蒙翻涌，自我意识升起，外界比较压力猛烈，他们需要一个喘息的地方，而不是再多一个高压来源。
若家庭成了情绪战场，孩子自然会选择逃避、关门、封锁你。有趣的是，大多数青少年并不讨厌父母，他们只是太在意父母，以至于每一句话都那么重、那么痛。所以他们的怒气其实是期待被了解的反射动作。从青少年的角度反思我们的爱，我们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，亲子关系像是两人合跳双人舞，当孩子变化节奏时，父母却还跳着旧舞步，于是开始踩脚、失衡，甚至转身背对彼此。在青少年的心里，我们不希望父母变得完美，而是希望父母愿意慢一点，问一问，等一等。几位青少年在匿名问卷中这样写道：我知道爸妈很辛苦，但我有时只想他们坐下来听我说说话，不要急着说要怎么解决。我不是不爱他们，我只是没办法用他们那种方式说出来。我不需要一直被教，我需要有时候也可以教他们什么是我想要的关心方式。这些反思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亲子关系不是单向修正，而是双向学习。期望的背后是爱，不是抗议。一位国中男生说过一句让人难忘的话：如果我不在乎，我就不会吵了。这意味着很多青少年的顶嘴、翻白眼、甩门，其实不是拒绝父母，而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需要。每个孩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说：请你看见我。当你看见，他们就会安静下来；当你理解，他们就会卸下心防；当你陪伴，他们就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懂我。这就是青少年对父母的最大期望。结语不是变成孩子的朋友，而是成为他们的避风港。一位青少年说：我不想跟爸妈当朋友，我想他们永远是我最稳的靠山。所以亲子关系的终极答案不是变成朋友，而是成为他最相信的大人。在青春期这段混乱又宝贵的过程中，孩子正在寻找一个可以哭、可以笑、可以暂时卸下武装的地方。如果父母愿意暂时放下说教，练习真正倾听，接纳孩子不同的表达方式，那么你就不再是那个他想逃离的对象，而会成为那个他出事第一个想到要打电话的人。因为他知道你不只是父母，更是他的家。你曾问过孩子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父母？如果你敢问，他或许会告诉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。但不管答案如何，只要你愿意开始听，开始改变，那么你们的关系就已经开始变好。